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最近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？日本核污染水排入海洋，夏威夷火山爆发，乌克兰和俄罗斯交火，这些都是巧合吗？还是有人在暗中操纵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世界上有一个神秘的组织，它可以左右各国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，它可以决定你的生活品质、工作机会和未来发展，它可以影响你的信仰、价值观和思想方式，它甚至可以控制你的生死存亡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科幻小说或电影的剧情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就是贝莱德公司。贝莱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？他们有什么目的和策略？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请跟我一起来看这个影片，你将会发现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世界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南千水，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，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。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，并且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这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探索的空间，我们一起开始吧。你知道吗？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不仅掌控了数兆美元的资金，还在暗中操纵了许多社会议题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。今天我们就来揭露一下贝莱德的黑暗策略，让你看看这个隐形的巨人是如何制造混乱和分裂的。首先，我们要谈谈贝莱德是如何操作难民议题的。你可能觉得难民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逃离战乱和迫害的人。但是，你知道贝莱德是怎么看待难民的吗？对他们来说，难民是一个商机，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。他们运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和资本，不断宣扬难民危机，鼓吹多元文化和开放边界，让更多的难民涌入欧美等发达国家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认同，打乱他们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，让他们陷入混乱和衰退。这样一来，贝莱德就可以趁机收购这些国家的重要资产和企业，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利益。你可能觉得这太阴谋论了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贝莱德在难民议题上的角色和动作，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巧合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谈谈贝莱德是如何激化性别和种族对立的。你可能觉得性别平等和反种族歧视是一个正义和进步的理念，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受到压迫和歧视的人。但是，你知道贝莱德是怎么看待性别和种族的吗？对他们来说，性别和种族是一个武器，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。他们运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和资本，不断推动各种极端和偏激的议题，如跨性别、极端女权、黑命贵等等，让社会上不同性别和种族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分化和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，让人们忽视真正重要和迫切的问题，如环境、教育、健康等等。这样一来，贝莱德就可以趁乱谋利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社会责任感强、关心弱势群体的企业，吸引更多的客户和投资者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利益。你可能觉得这太荒谬了，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贝莱德在性别和种族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，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总之，贝莱德是一个隐藏在幕后的黑手，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权力，制造了许多社会议题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控制全球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，让自己成为世界的霸主。他们的手段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制造混乱和分裂，让人们失去理智和判断力，让社会陷入危机和动荡。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和傀儡，让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。这是一个可怕而又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必须警惕贝莱德的阴谋，保卫我们的权利和利益，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和玩物。今天我们就来揭露一下贝莱德的一个巧妙策略，就是如何在暗中支援乌克兰，并从中获取利益。贝莱德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在2023年7月，他成立了一个名为乌克兰发展基金的组织，声称要帮助乌克兰重建和发展。但其实，这个基金的真正目的是要接手乌克兰的关键领域，包括能源、基础建设、电网、农业、土地和国有企业。这些领域都是乌克兰的命脉，也是贝莱德想要控制的资源。你可能会问，贝莱德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他有什么手段呢？答案就是钱。
贝莱德有数兆美元的资金，他可以用这些钱来收买、威胁、贿赂、操弄乌克兰的政府、企业和民间团体。他可以用低价收购乌克兰的资产，或者用高利贷逼迫乌克兰陷入债务危机。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影响乌克兰的法律、政策和民意。他可以用自己的媒体和公关来塑造自己的形象，让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和慈善的组织。你可能还会问，贝莱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有什么目的呢？答案就是权力。贝莱德想要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组织，他想要控制世界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。他想要利用乌克兰作为一个跳板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。他想要利用乌克兰的资源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利润。他想要利用乌克兰的人民来实验自己的理念和计划。这就是贝莱德的巧妙策略，也是全球影响力背后的黑手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你觉得这样正义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贝莱德不仅控制了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股权，还影响了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的走向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3个事件中的角色吧。你可能听说过日本福岛核电厂在2011年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，造成了大量的核污染。为了处理这些污染水，日本政府决定将它们排放到太平洋中。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，因为这将对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。但是，你知道贝莱德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利益吗？原来，贝莱德是福岛核电厂的最大股东之一，他支持日本政府的决定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他的亏损和责任。同时，贝莱德还投资了许多海洋相关的企业，比如渔业、水产养殖、海运等。他可以通过提高这些企业的价格来赚取更多的利润。你可能记得，在2018年，夏威夷的基拉维厄火山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爆发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数千人被迫撤离，数百栋房屋被毁，大量的岩浆和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岛屿。这对夏威夷的旅游业和农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但是，你知道贝莱德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计划吗？原来，贝莱德是夏威夷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，他拥有超过10万英亩的土地。他利用火山爆发造成的恐慌和混乱，低价收购了更多的土地和房产。同时，贝莱德还投资了许多与火山相关的企业，比如地热能、火山保险、火山旅游等。他可以通过这些企业来获取更多的收入和影响力。你知道夏威夷火山是怎么形成的吗？它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热点，就像一个不断喷发的水龙头，把熔岩喷到海底，然后堆积成岛屿。这个热点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，而夏威夷群岛就是它的产物。夏威夷火山不仅创造了美丽的风景，还影响了当地和全球的生态环境。例如，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和肥沃的土壤，吸引了许多动植物栖息。它们也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，对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。夏威夷火山就像一个双面刀，既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的美丽，也要尊重它们的力量。但贝莱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向美国政府施压，要求他们将核废料排放到夏威夷火山附近的海域。他的目的是让核废料引发火山爆发，造成巨大的灾难。这样，他就可以趁乱收购夏威夷的土地和资源，同时也可以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。但是，他的计划并没有那么顺利，因为有一个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，那就是俄罗斯。俄罗斯也想控制夏威夷的资源，所以他们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，前往夏威夷火山附近的海域，试图阻止贝莱德的核污排海。这就引发了一场隐秘而激烈的乌俄战争。你可能关注过最近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，两国因为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争端而处于战争边缘，这对欧洲和世界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但是，你知道贝莱德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目的吗？原来，贝莱德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最大债权人之一，他持有两国的大量债券和股票。他利用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，幕后操纵了两国的领导人和军队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同时，贝莱德还投资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企业，比如武器、弹药、石油、天然气等。
他可以通过这些企业来掌控战争的进程和结果。贝莱德是一个隐藏在幕后的全球影响力黑手，他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权力，在各种事件中谋取利益，不顾他人的生命和福祉。他是一个我们必须警惕的人，我们要揭露他的真面目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阴谋和罪行。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我们要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，不让他夺走我们的未来。你知道有一个叫贝莱德的公司，它的影响力比你想象的还要大。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，还是许多政府和企业的幕后顾问。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恐怖，但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办法对抗贝莱德的黑手。首先，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公众意识，我们要学会识破贝莱德散布的虚假信息，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迷惑。我们也要掌握媒体素养，不要盲目相信贝莱德控制的媒体报道，要自己去查证事实。比如说，你知道贝莱德为什么会支持环保运动吗？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地球，而是因为他想利用环保来压榨更多的利润。他会让你觉得你只要买一些环保产品就可以拯救世界，但其实这些产品都是贝莱德投资的公司生产的，你只是在给他送钱而已。其次，我们要推动监管和透明度，我们要加强监管机构，让他们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贝莱德的行为。我们也要要求企业揭示他们与贝莱德的关系，以及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。比如说，你知道贝莱德为什么会支持社会运动吗？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人权，而是因为他想利用社会运动来分化和破坏社会稳定。他会让你觉得你只要参加一些示威游行就可以改变世界，但其实这些运动都是贝莱德资助的组织发起的，你只是在给他制造混乱而已。所以我们不能让贝莱德继续操控我们的命运，我们要觉醒起来，我们要用智慧和勇气识破这个隐藏在幕后的巨头，我们要用行动和声音建立一个公平和自由的世界。亲爱的观众，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们恐慌或者绝望，而是要让你们清醒和警惕。贝莱德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人或坏人，他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实体，而这种影响力既可以用于正面的目的，也可以用于负面的目的。我们不能忽视或者否认它的存在，也不能盲目或者顺从地接受它的决定。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，要关注和参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环境，要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。我们要记住，影响力是一种责任，而不是一种特权。无论是贝莱德还是我们自己，都要对自己的影响力负责。最后，我要感谢你们耐心地听完了这场演讲，我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和启发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意见，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联系我，我会尽快回复你们。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再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们知道贝莱德最喜欢吃什么吗？答案是世界。哈哈哈，这是一个笑话了，别生气啊，拜拜。